英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邀请德国外长贝尔伯克4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4号一大早，秦刚结束外访行程后赶赴天津，同贝尔伯克一道参观了当地德国企业。随后，两人一同乘坐高铁前往北京，并共同主持第6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另据新华社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14号在北京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第6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14号在北京举行，中德两国外长就中德、中欧关系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沟通。秦刚强调，发展好双边关系的关键在于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秦刚指出，中德是伙伴，不是对手。德方制定涉华战略文件时，应从中德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出发，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中德要合作，不要对抗，无论是零和对抗还是集团对抗，都要不得。秦刚强调，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互利共赢是中德务实合作的底色。中德在产业链上的依存关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规则下的最优的选择。中德经贸额长期占中欧经贸额总额的近30%，人为给正常的经贸合作踩刹车，将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中德应开展全方位交流，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秉持正确相互认知，推进各领域合作，本着务实开放精神，促进互利共赢，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国际事务沟通协调，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挑战。首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于2015年在德国柏林举行，此后在两国间交替举行。上一轮是2020年在柏林举办。值得一提的是，战略、经贸、人文领域对话被视为中德政府间磋商的3根重要支柱。在这些系列对话机制中，战略对话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首先，战略对话涉及外交和安全领域，有一定定调开路作用。尤其在新的国际局势大背景下，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也有不少话题可以交换意见。其次，外交氛围会影响到经贸和人文交流的氛围。促进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跟战略共识，将会共同推动双方接下来的这种磋商效率，并且为下一阶段中德之间的领导人高层会晤进行一个铺垫跟准备工作。随后，秦刚和贝尔伯克共见记者，谈到台湾问题时，秦刚强调，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秦刚指出，台海局势出现紧张，根本原因就是岛内一些台独分裂势力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作用下搞台独分裂活动，这才是造成今天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果大家都希望台海局势稳定，希望地区和平安宁，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反对外来干涉。秦刚再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中国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领土1寸都不能少。就当前国际局势下的中德关系，秦刚表示，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双方就更应该继续拿出冷静和理智。中华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都以冷静、理性而著称，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还是需要我们这2个民族，我们2国的政治家，我们的外交家，要继续拿出冷静和理智。外交部发言人介绍，14号一早，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结束出访行程之后赶赴天津，同贝尔伯克外长一道参观了当地德国企业。随后，两人一同乘坐高铁赴北京。这是贝尔伯克外长首次正式访华，相信通过和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天津的参访，贝尔伯克外长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德互利合作有了更加直观、生动的了解。外界注意到，虽然贝尔伯克此行没有像去年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时一样带来企业家代表团，但他13号首站抵达天津时就会见了当地的德国企业家，访问了一家德国风力涡轮机生产商在当地的工厂，以及一所与德国有联系的学校。
在与天津市有关领导会见时，贝尔伯克表示，天津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与德国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希望深化双方贸易投资、环境保护、新能源、教育等领域合作，促进青少年交往和人文交流，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广领域拓展。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2980亿欧元，同比增长21%。中国连续第7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大众、巴斯夫等大型企业不受疫情和国际政治变局影响，继续看好中国市场，向中国进行巨额投资。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了115亿欧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德国驻华使馆的“欢迎来到德国”栏目介绍称，如今的德中关系如此紧密，特别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地区处于第1位的经济伙伴国。中国已远超荷兰和美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进口的最多货物都来自中国。外界高度关注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首次访问中国。事实上，去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时，作为外长的贝尔伯克打破惯例，没有随行，受到德国舆论的批评。有媒体认为，他的做法破坏了德国政府的团结形象。当时，德国经济研究所就发文提醒他，对华出口贸易为德国创造了110万个就业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启程赴中国之前，贝尔伯克向媒体表示，德国不想和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但也必须减少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风险。中国对欧盟来说，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和体制性对手。他又说，希望与中方探讨在气候保护和各产业领域扩大合作的可能。事实上呢，这一轮的中欧交往的热，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德国率先引领。同时呢，贝尔伯克外长此行呢也是他的第1次访华。那么对于他本人以及整个德国政府的中国观的一个塑造，都会起到一个更积极的作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贝尔伯克本人表现出对华强硬姿态，对他本人访华没有益处。尤其是他想借此访代表欧洲内部的某些舆论来与中国沟通，更是难以如愿，因为他是德国外长，而不是欧盟外长。而且中方已经明确表示，贝尔伯克此访仅限于讨论中德事务，这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取得的广泛成果形成鲜明对比。分析认为，实际上贝尔伯克资历浅，在欧盟内部影响力有限，他本人也多次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分庭抗礼，将德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摆上台面。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领袖穆策尼希特指出，贝尔伯克曾多次发表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至少从中国的角度看，他没有做到差异化，从而使自己陷入当前的境地。还有舆论呼吁贝尔伯克以德国利益为重，他们列举称，德国电子产业消耗稀土的93.5%来自中国，电池产业的石墨也有90.4%依赖中国供应链，至于市场就更不用说了。此外，贝尔伯克在4月5号说，访华时将高度关注俄乌冲突。他还声称，中国保持中立不合适，并希望就中方提出的立场文件交换意见。在14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再次表明中方的态度。关于乌克兰问题，中方强调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劝和促谈。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今天中德外长在北京会晤后共同见记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称，德国坚持一中政策，但也关注台海局势。而秦刚则强调，尊重一中原则的正确做法就是坚定反台独。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回答有关德国外长涉华表态的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呢特别讲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周五一早，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结束出访行程之后，赶赴天津，与德国外长共同参观当地德企。之后呢，两人同乘高铁抵京。外交部官网也显示，秦刚最新的出访行程是在撒马尔罕参加第4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以及第2次中俄巴伊4国的外长的阿富汗问题非正式会议。所以呢，这是大国外长格外忙碌的一天，转场2国3地，足见呢对首次访华的德国外长的重视，对中德关系的重视。
应该说，今天两位外长共同见记者，在涉台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交锋的。贝尔伯克他虽然声称德国坚持一中政策，但是呢，他也在强调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对欧洲人来说不可接受。我个人认为后半段是他更想说的话，是在强调反对武统的所谓欧洲立场。那么这也是在变相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涉台表述及其所谓的欧洲争议。当然了，在关乎中国国家利益核心之核心的台湾问题上，中方不会有任何的含糊空间，外部世界对此呢也不应该抱任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秦刚当场就反击回呛，各国尊重一中原则的正确做法就是呢要坚决反台独。那么这是在重申一中政策、一中原则的真正的核心所在。顺着贝尔伯克他的逻辑和话头，既然他强调反对改变台海现状，那么他就应该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对台海现状的最大威胁与冲击，恰恰就是岛内蔡当局的以洋谋独的挑衅行径，是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干预操弄。贝尔伯克今天也谈到，我们欧洲人俨然是在表述欧洲立场，但是有必要追问，在台湾问题上有没有所谓的欧洲立场？那么如果有，底线在哪儿？红线在哪儿？马克龙不是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欧洲不应该沦为美国的附庸吗？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的忠告式的追问，可以说言犹在耳。欧盟自称是一个大中心，一个世界权力中心，一个独立的世界权力中心，就和美国、中国一样。那么，欧盟为什么必须一直听命于美国？